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你好。我觉得南雅是个很复杂的人，就是他从小非常的优秀，然后但是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命运的不公，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，又有些脆弱，但是慢慢的这些生活的历练让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人。他是一个很犟的人，而他很高傲，他觉得他自己是正义的。但他在遇到南雅之后，我觉得这一切都变了，尤其是在他受到南雅的刺激之后。我记得有一场戏是在祠堂，然后南雅也是被打，然后这次唯一不一样的是，就是当着全镇所有人的面把他衣服给扒了，然后还有他女儿在现场看着他那种崩溃和撕裂。反正我当时演完那场戏，我缓了半天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好像你进入到那里面，你觉得是非常非常破碎的一场戏。其实我记忆里面，经常出现的画面是我们当时不是在婺源拍嘛，那个小镇很美。然后有一场戏是一个夜晚，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张一成，就周洛，然后骑了很长的一段路，然后那天特别安静，然后周围也没有人，然后那个时候月光很好，然后两个人的那个情感就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变化。他在我后座是在给我念诗，就是他知道南雅，因为他很用心，他去了解南雅，然后了解南雅的过去，包括他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他去图书馆去借的一些诗集，他都会找来看，然后他慢慢的去了解了南雅这个人的内心。最深刻的一首诗叫黄色的树林中分出两条路。正常来说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生活中为什么要有诗歌，或者说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，尤其是很多现代诗，因为它写得很朦胧，你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但是呢，真正在那个里边之后，你会通过诗歌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么的美好，你会相信世界上最纯洁的这个东西。我无比的相信我念的那首诗，然后呢，我也被这个诗深深的感动。从开机一直骑到杀青，因为走遍了这个小镇的每一个地方，我觉得非常珍贵。我觉得这个戏是我拍的，算我职业人生不长算是我最深刻之一。我觉得每个人物都会给我力量，在南雅身上他没办法选择，就是命运一步一步的就把他带到了现在的这个处境。但是他唯一能选择的是说，他还能相信生活能好起来。那他也很幸运的碰到了一个能救赎他的人，就像一个黑暗的洞里面突然有一个裂缝射出来的一道很微弱的光。我觉得整个故事来说是一个美好、很纯洁的一个故事，而且从周璐的视角更是这样，他觉得他是世界上在那个时候追求一个极致浪漫的人，但这个极致浪漫可能代表痛苦。我觉得他的本性是叫我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类型，但是南雅是我改变不了世界，我只能去默默的抗争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办法去完全改变它。南雅是不相信世界上任何人的，我觉得他的唯一改变是周洛，最后他相信周洛了，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。这部作品其实可以给一些人一些力量的，就是经历了那么多，境遇如此糟糕，他还能去相信我明天生活依然是能看到光亮的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每个人可能会给予他们一点点能量吧。我觉得还是要有遗憾的，我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遗憾，我觉得遗憾是一种浪漫。其实特别希望像周洛说的那样，戏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宽广的长安街，然后到处都是音像店，在家里吃着热腾腾的火锅，带着婉婉在后海划船，然后婉婉的病也好起来了。对，就是简单的日常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呢，我感觉说啥有点矫情还是不说了吧。我想对南雅说，就是可能你的生活是一地鸡毛，是破碎的，是黑暗的，但是你依然相信有光。我很佩服你。周洛，我觉得就是想说，谢谢他出现在南雅生命里吧，他就是那一束微弱的光。